你有沒有遇過開會或上課時，重點講完了，你才發現剛剛沒記到？更崩潰的是，雖然有錄音，還得花大筆時間把重點整理出來。重聽錄音時才發現，環境音比主角聲音還要大，這已經不是崩潰可以形容了。難道沒有工具可以讓你輕鬆一點嗎？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如果你有開頭聊的遭遇，那你今天一定要把這支影片看完，因為我接下来要聊的這個工具，應該可以拯救你下班下課的時間，把你痛恨的那一段流程直接砍掉一大截。這是要介紹的這支筆 Flotica Scribe， 看起來就像是一般的鋼珠筆，事實上它也是真的能寫字的筆，但它還能錄音、多國語音轉文字、摘要分析、圖文整合等等的功能。沒錯，它就是一支有着整合 AI 功能的錄音筆。讓你無論是上課、訪談、演講，甚至跟老闆、客戶開會時，都能更有效率。接下來我就用它幾個最關鍵的功能，一個一個帶你看。我先從大家最頭痛的流程說起，無論是上課、會議、演講、記者會，很多朋友都會錄音記錄。以傳統的做法就是重聽錄音轉寫成逐字稿，並且摘要重點。當然，現在有 AI 工具，都可以直接把錄音丟到轉寫工具，轉寫好後確認語音辨識有沒有問題，再請 AI 來幫你整理重點。但是光這串流程就夠把你的熱情磨光了，更別說你可能會議課程一場接一場，真的會瘋掉。為什麼說 Flotica Scribe 可以幫你解決這些問題呢？它主打的功能之一就是 Flow Train。簡單說，就是當你停止錄音之後，它會在背景自動同步到手機的 App， 接着自動做語音轉文字與摘要。你打開 App 之後呢，就可以看到筆記跟重點。整個流程在轉錄時會比較花時間，尤其是錄製時間越長的話，它就會轉錄越久。不過這些工作都不用手動，而是你停止錄音後，它就會自動開始，也不用等它完成後才能進行下一段錄音。那這些錄音等你結束會議後回到辦公室，馬上就可以看到轉錄後的重點。這樣是不是真的很有感？你都不用手動啊。那對了，錄製後的內容它會依照你給的規範進行重點摘要整理，並且在頁面的右邊提供逐字稿，可以比對進行作業。那在設定 Flotica App 的時候，它就會問你期待的整理方式，例如說想要的結構細節程度或是總結的偏好轉錄好的資料也會同步到行事曆上，會依照時間跟日期排定，也會依照轉錄出來的資料作為名稱，要找檔案就會更方便了。那對了，使用時要設定聆聽的語言。這邊要提醒一下，如果你原本設定的是中文，但演講的內容是英文，它不會以英文進行彙整哦。但只要你事後把語言轉到英文的時候，重新轉錄就可以完成。這點希望之後軟體改版時可以加入自動辨識語言，會更方便。那轉錄的內容到底準不準確？實則我平常比較需要的英文演講來確認逐字準確率其實相當的高即使逐字稿有部分因為發音而辨識錯誤，但摘要中會主動修正錯誤那提供正確的摘要內容。這跟真人進行摘要的概念其實非常的接近。第二個重點功能我超級需要，有時候一場專訪下來可能將近1個小時，其中很多片段的重點，但在錄音當下沒有辦法準確知道那段重點的時間是哪時候，所以重聽時光找那幾個片段，真的就很崩潰了。那 Flotica Scribe 大概是知道我這類人的困擾在筆身上設計了一個 Flow Mark 的這個按鍵。那簡單說，這個就是劃重點的按鍵，在訪談過程中，只要你覺得現在講的內容很重要，按下按鍵之後，就會標示在時間軸上。後面 App 整理筆記時，會把那段做顯眼呈現，而且你可以點按標記快速定位並回放上下文。以學生上課來講，老師突然說，這題會考，這時候你只要按一下，回去整理時就不用整段重聽。或是你跟客戶談需求時，對方突然補一句，千萬不能做這件事情，你按一下，晚點整理時就不會因為漏掉這一句害專案走歪掉另外還有個超級實用的功能，也就是 Ask Flotica， 你可以直接用問答的方式提問，讓 AI 從錄音或筆記中來回答你。這個功能有點類似 Notebook LM， 只是你可以用更快速、更直接的方式，在剛剛的錄音上找到答案。接下來這個功能我覺得超重要，在會議或上課時，常常會有圖表來補充內容，如果只有錄音，就會少了一塊
拿起手機來拍照，又很容易忘記這張圖到底是在哪一段提到的。Snapit 的概念就是用 Fotica App 拍照，把拍下来的照片跟錄音時間軸整合在一起。方法很簡單，在 Fotica Scribe 錄音過程中 ，Fotica App 畫面右下角也會同步有着錄音的提示。點進提示後，就會進入錄音畫面。拿起手機點進拍照圖示後，就可以拍下重要的圖表。完成錄音轉檔後，在逐字稿的頁面中，就可以看到照片會附在時間軸那一段底下，拍照的那一刻的文字也會被標示。在整理文件或是會議記錄時，就輕鬆非常多了。講到這裡，一定會有人想問，既然重點都在 Fotica App， 那我是不是只要裝 App 就好，不用買筆？理論是這樣子沒錯，但實際並沒有那麼的單純哦。首先是侵入感的問題。無論是智慧型手機或是長得像錄音裝置的錄音筆，在採訪或會議時直接擺放到桌面，對方會覺得你就是在錄音嘛，所以講話很容易放不開。但 Fotica Scribe 的奧妙之處是可以藏於手寫筆之中，想錄就錄，還能在筆記本上寫字掩藏錄音感。就算你事先預告會進行錄音，對方也不會有警戒心，真不愧是訪談錄音之手啊！第二個是收音與降噪的功能。這部分直接用手機跟 Fotica Scribe 同時錄音，讓大家親身感受最準確。到底什麼是钙鈦礦？鈣鈦礦被稱為 perovskite， 這一聽就不像是英文。到底什麼是钙鈦礦？鈣鈦礦被稱為 perovskite。這一聽就不像是英文。聽完之後，大家應該有發現，手機錄音將環境音完整的收錄，所以環境音比較大的時候，要重聽就會很痛苦。但 Fotica Scribe 它有全方位麥克風設計，主打360度收音，並且加入 AI 智慧降噪，環境音去除人聲更清楚。如果要重聽，真的清晰太多了。那最後是操作，筆可以很自然的拿在手上，在訪談過程拿着筆也不會覺得失禮吧？要錄音時，直接長按上方的按鈕，震動一下就開始錄音。筆桿上也會有紅燈提醒，讓你放心確定，真的有在錄音。停止錄音時，同樣長按上方按鈕，震動2下就會停止錄音。加上還有 Fotica Mark 按鍵，可以在時間軸上標示，這些都是智慧型手機沒有的直覺感受。接下來這個關鍵功能，一開始可能沒有太多人在意，但它真的非常重要，也就是儲存容量跟續航。以我的工作形態來說，並不會每天都需要錄音，但也有可能一天用好幾場，所以待機時間跟使用續航就非常的重要。Fotica Scribe 官方資料說明，待機時間可長達233天，也就是即使超過1個月沒有使用，臨時要用都還是會有電。在錄音續航部分，筆身充飽電底下，可以連續錄製30小時。對經常連續會議的朋友，完全不用擔心沒電。它除了有磁吸式的充電外，還有方便攜帶的充電筆盒，裡面有760毫安時電量電池，只要把筆放進去就可以充電，讓總錄音時間可以延長到100小時以上。所以你要出國工作時就會更安心哦。錄音容量部分，其實錄完音後的檔案都會直接與手機同步，會用到的機會其實不高。但如果當下沒有連接手機，內建32GB 的儲存空間大概可以存放4000小時的錄音檔，即使手機忘記帶出門，也能正常錄製。等到拿到手機之後再同步就可以了。最後要補充的就是資安問題，畢竟錄製的資料都是雲端處理，伺服器的安全與所在地就會很重要。目前處理資料的伺服器是位於美國的 AWS， 並且也有着 AES-256 加密，所以使用上安全性很高。但如果真的是非常機密的資料，就要自己判斷應不應該錄音或是傳到雲端。即使是 AWS 也有隱私風險，更不用說其他伺服器的服務哦，千萬不要因為方便而造成更多的麻煩。既然是網絡 AI 服務，就一定會有資費問題。目前購買 Fotica Scribe 的免費基本方案，可以提供無限制的離線語音轉文字，還有300分鐘的會議摘要等等的服務。如果需要轉會議摘要的時間更長，就可以選擇更高級的方案。就請大家自行參考資料表嘍。那麼哪些朋友適合用 Fotica Scribe 呢？我認為只要想省下會議、課程、訪談等等工作資料整理時間的朋友，都非常適合使用。你會發現，省下的不只是時間，而是花在那段時間的精力，也讓你可以正常下班，好好過生活啊。
以上就是 Flotica Scribe 全方位 AI 筆記神器的實測體驗，感謝大家收看這期節目，希望大家也會喜歡這次的內容。如果有任何建議或問題，也歡迎留言讓我知道。我是 Kiss Play，下期見嘍，拜拜。